罗浩然同意认罪了？没有，因为那天晚上，罗浩然就自杀了。自杀？你怎么认定他是自杀？是常阿姨说的。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，自杀了吧？队长，查清楚了，常香凝是一个刑辩律师，今年刚退休。她老公就是在罗柏地下车库自杀的吴建军。吴建军死后把户口注销了，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注意到这条线索。你没跟老两口住一起吗？我在北京上的大学，毕业后就留在那边工作了。我们经过了多次的比对，律师的出庭服用的就是这种布料。出庭服。把我这份给你爸拿过去吧。装什么好人？丁子，你不明白吗？如果你爸要是留下来的话，你就会被连累。罗浩然把大家害得这么惨，大家有多么的恨他，你不是没看到。好，就算我这一票现在不投，但迟早有一天他们一定会报复罗浩然的，到时候你就会备受牵连的。丁子，我是为了你好我才这么做。为我好，把我爸投出去，让他在这儿活活饿死。丁子，不是你跟我说过你很恨他的吗？你跟我不止一次说过你有多么的恨他，你甚至希望他下一秒就消失在你的世界。我们父女两个有什么矛盾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海美，你是我见过人里面最现实的人。要不是因为我们家里有钱，你会跟我做朋友吗？怎么不高兴了？要发火啊？这些话你把你鳄鱼的眼泪给我收回去。这些话你早就想跟我说了，对吧？对，
你现在让我觉得你恶心，你不配跟我做朋友。你请我吃的每一顿饭，你给我买的每一样东西，甚至是出去玩的每一笔开销，我全部都记在我的账上。你对我的好，我全部都记着，甚至我有能力了，我也想有没有机会带着你一起去吃喝玩乐。你说我跟你做朋友是因为你有钱，不是？我是觉得你挺可怜的，因为你就没什么朋友，因为你和罗浩然一样，都是用钱来买感情。你觉得用钱可以来维护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友情？友情不是这样的，友情是我觉得是我知道丁子是什么样的人，但是我还是会对你好，这是付出了真正的感情。但你对我有付出过真正的感情吗？可是你还是把我爸投出去了。那你怎么没想过他害了这么多人，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？从目前雷达探测到的情况来看，幸存者很可能被困在这个屋层，障碍物的重量大约是20吨重左右。能不能从侧面绕过废墟层，直接挖到这里来？这个方法行不通，这周围有好几万的居民，底下布满了各种各样的燃气、煤气管道，以及电缆线和水管网，情况十分复杂。所以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从正上方一层层的破拆下去。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地方用钻机打一条10厘米粗细的补给线，到达幸存者所在的区域，用套管把水、食物和药瓶等物资送下去。万一下边的空气浑浊或者氧气不足，我们还可以用这个补给线来进行换气。我们还可以把有线电话和纸条送下去，与幸存者取得联系，通过它来了解下边的情况，一举3得呀。那么打通生命补给线需要多久？我们的救援队没有这样的钻孔设备，得专门从矿上调。好，我来协调。只要钻机到位，2、3天我们就可以把补给线打通。好。大师，我郭浩宇，你当心，别踩了我的阵法。大师，你这摆的乱七八糟的，挺吓人的。啥东西啊？别乱讲，你什么都不懂。我有讲究的。当然有，我都看见了。那你别吓唬自己了。哎，喝酒。你偷藏物资，你不怕小光知道？我需要怕他吗？再说啊，这是酒又不是水，不算生熟物质，算娱乐品。哎，大师，大师，你能跟我说句实话吗？咱们能出去吗？小光说7天，我不太相信他。你跟他不好聊那么久，肯定知道点啥。2、3，今天是地线的第3天，中庭位置距离天坑底部大概是40米的位置。现在这儿氧气很充足，
空气也不浑浊，我估计这个天坑底部有一条连接外面的通道，所以我想办法想下去看看，看能不能找到点出路。没事吧？你录这个干什么呀？哦，我想把下面的情况记录下来。等我们出去了，到时候这些资料对他们未来的研究会有很大帮助。那你用这个吧，这个待机时间长一点。我见过这个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你为什么会投罗浩然？我不想让丁子受到牵连。你觉得我做错了吗？因为如果罗浩然真的出什么事儿的话，那就是被我害死的。你没错，这是大家共同的决定。还有，你放心，我会跟大家说说，罗浩然不会有事的。我能给你做个伴吗？可以。我是不是做错了？都是罗浩然的错。就算是发生了什么意外，也不是你的责任。离开你呢，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姑娘。可是人要比你想象的复杂很多。有时候我们只是看到了事情的一小部分。罗浩然的结局也许早就注定了。这场意外只是改变了一些过程，但结果是不会变的。
被告人罗浩然，你因为涉嫌谋杀三城建设集团的高级工程师吴建军，现在我要为我的丈夫审判你。你是吴公的爱人，是吗？你应该清楚我想知道些什么吧？我已经说过了，你爱人的死跟我没关系，他是自杀的。吴寒雷说，他是被你逼死的。吴寒雷的精神不正常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你为什么要相信他？我爱人死的时候，没有留下任何遗言。这不像他的作风。他要是真的想不开的话，完全可以选择更简单的方法。我想，他之所以会选择在密室边上的车位上自杀，就是想让警方注意到罗柏伤杀的问题，而且我可以断定，他肯定掌握了非常重要的证据，而这证据却让你们拿走了。就因为你怀疑你爱人的死跟我有关系，就把我绑起来，地上倒汽油。您是律师啊？我的癌症复发了，活不了多久了。其实我就是想搞清楚我爱人到底是怎么死的。我想你应该理解吧。常律师，我都跟你说，我相信你是个知书达理的人，你来判断到底是我做错了，还是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。5年前，我就知道天坑的存在了，但错真的不在我。22年前，我押上了所有的身家修建罗柏。当时这片是老旧城区，落魄陈旧，别说商场了，连个大点的商铺都没有。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当时的技术很落后，勘察地基的人居然没发现这地下有个天坑。就这样，我把一辈子想要经营的事业建在了深渊之上。5年前，这块的人气越来越旺，周围的新商业体也一个个建起来，罗柏的生意每况愈下。我不是一个能认输的人，我请了最好的设计师，定了国内外最好的建材，我要改造罗柏。股东不同意，我挨个说服他们，钱不够了，把罗柏押上贷款。一切都就绪了，准备动工的时候，发现问题了。地陷的概率很小，只有1/1000。我花了笔钱
把那份报告买下来了。我赞助过的学校给了我机会，就这样，我认识了你爱人。你从一开始接近他，就是要利用他，对吗？张律师，我没有办法。你爱人是建筑领域的权威，他只要答应帮我，罗柏的改造一定没问题。我提了50万去找你爱人，可是我没想到他翻脸，他让我去自首。他说我要是不去，他就把罗柏的情况报告给住建局，把罗柏列为危楼。你是怎么把他拉下水的？是你的病帮了我。武功跟我说，他爱人得癌症，需要一大笔手术费。我动用了所有的资源，找到海州医院肿瘤科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。你的命保住了，我跟你爱人成了朋友。他开始主动的去帮我疏通关系，甚至还帮我篡改图纸。没想到把我爱人推向那个深渊的人，竟然是我自己。张律师，你别那么说。发生今天这样的事儿，谁都不想见到。一开始罗柏的改建工程进展得很顺利，可没想到是那场大火吗？那场大火是我跟你爱人闹掰的导火索。他太紧张了，担心调查火灾的人会发现这个秘密，他又让我去自首。张律师，这是我一生的心血。吴寒雷帮我想了个办法，我们花了一大笔钱，找了水军，找了营销号，把事故的责任推给那个电梯安装工，还有他的消防员哥哥。我们真的转移了调查组的注意力。罗柏侥幸逃过一劫。那你知道那个倒霉的消防员哥哥是谁吗？我说我看他怎么面授。那孩子是个好人，欠他的只有下辈子还了。我爱人从来没跟我提过你跟他之间的事。他不跟你说是在保护你啊，你知道的越少越好。你一共给了他多少钱？啊，那不算什么，医疗费、手术费、乱七八糟疏通关系的费用加一起不到300万吧。那既然你们已经把他拉下水了，那他为什么还要想不开？2个月前，你爱人突然找到我。你看，新开掘的地下水大量抽空，水位下降，土层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。再不采取措施，整个商厦随时都会掉进天坑里的。我在他们说这个天坑上苦心经营罗柏20多年了，人在做天在看，这1/1000的概率不会落在我罗浩然头上的。武功，我谢谢你啊！吴寒雷给我出了个主意，他让我找人，让你爱人永远闭嘴。我是个生意人，那不是我干的事。我决定找你爱人，推心置腹的
好好的谈一次。吴公啊，我想过了，我可以去自首，但是我会这么跟他们说：所有的文件上头都有你的签字，我给你转的那些钱，银行是有记录的，而且我还有人证。你说他们会相信谁？我可以作证，你多次对罗总进行敲诈勒索。你们早就想好了，要算计我。其实我是想跟你推心置腹的好好谈谈。我压力比你大，除了韩雷兄用他的方式帮我以外，我想找个人说说心里话都找不到。我女儿每次来看我，我就想办法让她走。我能告诉她，是因为这座楼可能会塌吗？这些年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，耳鸣、幻觉，怎么办？我们一起扛下去。你是学理工的人，1/1000的概率，赌？为什么不赌啊？我以为我说的，他都听进去了，没想到。出门！哎呀！哎呀，你这脚太臭了，你这汗脚啊，太滑了，这脚啊！吴建军，吴建军，罗总，你都摸过这车到哪儿了？那是他这门，玻璃有把手，这门，哎呀，你先走，剩下的事我来处理。从那儿走，快走。罗总，
看见什么了？看见什么了？什么也没看见。什么也没看见，好啊。在咱们这儿发生这样的事儿，不是什么好事。我冷了，对自己好点儿，买个小太阳。走啊！我总你慢走。我叫吴建军，我要举报罗百集团的罗浩然和吴汉雷。罗百商厦下面有一个天坑，3年前，罗浩然打算改建商厦的时候，就知道这件事了。但是，他为了一己私利，故意隐瞒了真相，而逼我违法改建。为了顺利动工，罗浩然把我收买了。哎，喂，110，哎，我要报警。我这是罗百商厦地下2层停车场，有人死了，216万元的封口费。你快派人来吧。我现在很打我电话就行。没有坚持原则，没有守住底线，被罗浩然拉下了水。我不是巡逻吗？我就看见这个人自杀了，我着急救人，我就把车玻璃给砸了。你怎么知道他是自杀的？那么长的管子从排气管接到车里，这电视上我见过。你们地库监控给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坏了监控！我呀，这喝水不小心把这1茶缸的水源打翻了，把监控给浇坏了。这么巧就坏了？对，哎呀，也怪我。谢谢你，帮我解开了这个谜团。我有责任。你录像啊？啊？你录像了？刘建仁，手机给我！给我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来不及了！这是谁放的火？哎，注意！别动！哎！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，自杀了吧？下一个海伦的火了，给我！下一个海伦的火。
我亲爱的女儿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也许我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本来应该好好的跟你道个别，但我实在不想让你看到我最后的样子。没有水，没有食物，没有希望。我无法想象那样的死会是怎样的惨状，所以我决定，在我还有选择的时候，体面地结束自己的生命。爸爸给你留了一份礼物，等你活着离开的时候就会收到。丁子，一定要活着出去，要坚强地面对所有的困难。爸爸会用自己的方式陪你度过今后人生的每一个难关。丁子，爸爸爱你。还好吗？我刚才去找丁子，我看到刘浩然给他留了一封遗书。遗书？看来他被赶走之后，就已经决定自杀了。都怪我，要不是我投的那一票。海梅，那不是你的错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调整好心态，保持体力，别想太多。自杀，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更容易的方式呢？罗浩然这个人很迷信的，也许他认为大火是通往天堂的道路。我怎么觉得火烧是惩罚呢？18层地狱不就有刀山火海吗？难道他不该下地狱吗？武汉雷帮我想了个办法，把事故的责任推给那个电梯安装工，还有他的消防员哥哥，真的转交给警察吧。他能够证明你跟你弟弟是清白的。我知道你恨罗浩然和吴寒雷，但是你真的是一个好人，我不想看到你再受到更大的伤害了。就让我来承担这一切罪责吧，这也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情。人那都诉说着真相，心上却总缠着欲望，自欺欺人躲藏，摇摇欲坠闪亮。那些伤口幻化的光，照不亮陷落的面庞，烙在灵魂同样，又能怎样追望？转不出来，谁又在明知谜底的猜？狠狠依赖，戒不掉用爱包裹的怀。突然